先谢谢大家了，有好几位同学这样这么不容易听的这个佛法，然后我们可以你们能够耐着性子这样听下来，我相信你应该是会心理上面会有一些心得啦。因为毕竟你看像我们这几堂谈下来，有没有？这回谈的真的就是像刚刚的开经记，对不对？这真的是无上甚深的微妙法那因为这是那时候那个觉悟者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片段的教法而已所以这些阿含经里头的这些经教，我们再跟同学强调，这只是口诀那我只能提供说一些个人修学上面的经验，然后让大家一方面可以在经教上面有一个在理解的一个参考，但是其实重点不是在这些语言文字跟经教上面，对不对？重点是真正懂得过一种具有觉知性的生活觉知直接用自己的心在活动，而不是呢继续用自己的脑袋在投射那这样呢才有办法等于说去消融我们在这个人间世的过程当中长时期使用脑袋的惯性所形成的那种对于自己跟别人对自己的控制跟压抑，所以也会对别人形成那种控制跟压抑。为什么呢？因为不了解，就是说你不了解生命是什么，所以变成活在思想概念系统上面。那事实上呢，这就是所谓的活在假象里面，是吧？你活在假象里面所以没有办法怎么样？就发现你没有办法随顺这个生命的河流是吧？对不对？你看像我们上礼拜大家很清楚有没有？色受想行识无常，对吧？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呢？你看它就是一个流动的不断在流变的流动的一个生命之流，对不对？我们不是都经验到这件事情吗？但你看我们经验到但是呢不太把它当作一回事，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下来呢有没有？你看你清清楚楚的已经知道生命是一种没有办法止息的一种生命之流，但是呢我们却会在这种六根促进的这个境界呢都不自觉的，有没有？就自然而然陷入那个佛陀讲那个无明那个生命的盲点里面，怎么样？用我的意志，我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取角，有没有？在处理所谓的生命问题，知道这个意思吗？其实这个就叫做无明，这个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里头悟到的那个无明。意思是什么呢？他看到说其实生命它是这样的一种流动，它不是谁的它只是一种，我们说用语言还是用语言文字来讲，你看比如说你看在那个时候悉达多他经验到的是什么呢？生命就只是生命知道这个意思吗？它不是你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现在这边今天人比较多，将近20几个人，每一个人你看他都是色受想行识五阴的流动状态，对不对？那每一个人的业识反应跟他目前的身体的状态不同，但是里头我们可以再找到更共同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一股生命能，对不对？里头要有这个生命力，然后这个生命力呢，随着这个生命力每一个众生有没有所缘起的里头的讯息的不同，它就展现成不同的生命状态，对不对？但是一本就是完全同款物件，本质是一样的，本质都是怎么样呢？这股宇宙性的大能，对不对？随着众生各自不同的业行里头所引生的那个讯息，形成不同的生命的显象，对不对？我们讲到这边是不是可以这样比较清楚了，对不对？
但是呢，你看，我们如果说，你看你这时候听一听，你脑袋这样看待，哎，就好像说，哎，对呀，生命是一条河流，哎，是一种无常的流动，它不是属于任何的个人。这就是佛法里头叫做无我，有没有？无我的意思就是不是自己，没有所谓的自己嘛，没有那个主体，对，只有怎么样呢？只有不断的随着六根促进，就会原生的这些生命经验，有没有？所以我们经验到的是缘起的现象当中所原生出来的这些色受想行识里里外外的这些身心经验，哎。那这些身心经验，我们从这里头再看进去，身心经验背后它之所以会缘起，之所以会原生，有没有？就是悉达多在菩提树下发现的，如果众生不如实了悟，这只是一个不断流动而原生的这种生命能的一种显象，而以为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我，有自己，有一个我或者我的，它就会怎么样呢？不断的在六根促进的当中会产生怎么样？爱取有，我们说叫做四住的现象啊。所以你看，我们就会不断的有这种自我的冲动升起，所以它会怎么样呢？不只是在人生的境界当中，看到吗？他就活在自己的，或者刚刚你看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跟实际的生命实况是不一样的。你看你活在自己的世界，所以你也干嘛讲？你看你会觉得你跟这个世界它就是有隔碍的，所以你就会不断的投生那种有序的那个冲动，对不对？此世后世，所以这个就会叫做轮回。所以轮回不是死后才会有轮回，而是我们在每日的每个境界当下的生命境界当中都可以经验到什么？你看，前一刻叫过去，然后现在在六根促进，因缘与前一刻的那种无明业识习气，有没有？当下促进自我意识升起，爱取有升起，四住升起，有没有？你看，它就马上又原生下一刻的那个痛苦、紧张跟压力，你看到不？这就是在活在一个无明的状态，这就是无明啊。那我们我们的内在里头，你看，我们都想要有一种自由的、解脱的、全然的、喜悦的、没有阻隔的，有没有那种生命状态？是不是？是不是都是好像在做这样的想象，或者说做这样的期待？会像说，希望说像一个解脱者，或者像佛陀，或者像那些大禅师一样，很奇怪啊，看他们活得那么喜悦啊，那么全然，那么自在，那么极尽啊，有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你看呢？你如果一直都有这种无明的这种自我意识，你看不？你那个挖不出来。因为你会一直活在自我的幻象、自我构筑起来的你自我的世界里面，那你这个世界呢，跟实际在发生的这个生命的形态呢，它就会产生一种对抗、一种不协调，有没有？所以你就会一直有这个现象发生。你会一直怎么样呢？对于自己经验过的过去或者现在，有没有？你会怎么样？都会有一种，比如说那些不合你意的，有没有？你看，你就会一直有一种反抗的感觉。抗拒的感觉，对不对？那对于你想要的，你的那些梦想，有没有？你看，你对未来就有某种投射，会一直想要去追求，对不对？那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常常就在这里摆荡哦，有一个不断要你去抗拒的这些过去的阴影啊，然后有一个好像你随时准备要去追求，有没有？像猫要去找老鼠一样的对未来的某种追求，这样看到吗？你看不看得出来？所以你看，你的心呢就没有办法处在一种全然的当下里面，有没有？那个对于过去的抗拒的那种冲动、那种感觉，你看，那是你的头脑在投射。你的记忆在投射，你对未来的那种追求，你看那也是你的头脑因缘与过去的经验所造成的对于未来的那种投射，有没有？所以呢，你就会一直
活在这种对过去的否定，然后对未来的不确定的追求当中。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安稳的情况，好不好？知道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慧可去找达摩的时候问的那个问题，他的心不安心安那边要安，你敢不敢接受？心都安没来啊，那当然安没来啊。你看，不是在反抗，就是在追求，你怎么安心？那达摩那个讲法是非常利落的，他那个是真的是智慧宝剑那样，一出鞘那个就很利，有没有？所以一般人不容易了解。那达摩就说：好啊，那你既然要我帮你安心，那你把心拿给我看看，你拿出来把心拿来啊。慧可愣住了，怎么拿心啊？那他其实在那个当课里头，就是达摩就是要让慧可直接回返他所谓的不安的心，有没有？去看清楚自己不安的心到哪里，你看得到提出来，你看得到才提出来，对吧？你看到底有物件无物件，你才会都给提出来嘛。你看他一回看，他看到什么？密心了不可得，是不是？他就这样回答，什么意思呢？你看他这个这个深意，他那个不安是没有意义的，那个不安是变成怎么样呢？对过去的抗拒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过去你看如梦似幻，早就已经过去了。对未来的追求跟不确定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未来完全还没有发生。所以你找这个对过去的反抗不可得，找未来的追求不可得，所以现在是什么呢？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看，当你那个时候他脑袋被拔空了，就没有再进入那个自我意识的那个妄想里面，好不好？所以呢，他当下停在那个地方，那个当下的那个停住，那个当下的那个状态，其实他就是他的领悟。那你会这样讲啊？怎么会这样可以领悟？我听了好几次都领悟不了，有没有？这就是问题。因为慧可把心的不安当作问题，他用9年的时间要解决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所以你看，他从南到北，到最后他师父才跟他讲说，不然你去找那个菩提达摩好了。他花了9年的时间。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要觉悟，如果内在里头没有对于自己生命问题的这种移情，有没有？其实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这样讲完了，然后对于没有这个探索的心灵的人呢，他就是好像听那个故事讲过去不安的心拿来，然后密心了不可得，这样算起那个跟我那有相关系，啥意思？那当然没有办法里头，因为他里头没有那个动力，所以他没有办法在他的问题的根结上面产生那个爆破性，这就是美感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当课里头，你看慧可他不是他讲刚了解数，他讲没得叮当所以你看他东下怎顶的那个所在，活在那个密心了不可得，什么都不是了。这个什么都不是的那个当下里头，他心进到一种没有办法言语的那个实相里面，那就什么意思呢？他本来的心就是他看，找脑袋找那些妄想都没有意思啦，所以他看到那只是妄想而已你看那些妄想长时期以来让他那么困惑，让他那么痛苦，跟我们不是一样吗？有没有？那就是在他脑袋的投射里面，要这样不要那样，有没有？要那个不要这个，然后在这些境界当中不断的在做梦，不是吗？白天做白日梦，晚上做晚上的梦，有没有？然后晚上做梦醒来之后呢，知道晚上是做梦，有没有？那白天做完梦要睡觉之后，感觉白天又好像是梦，又进入晚上的梦，有没有？他到底是有无？对，咱他到底是，其实都是安尼尔啦，了解这意思无？他就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看清楚是这个样子，就叫做觉悟。你如果看清楚刚刚讲的，脑袋在运作的只是一个晚上跟白天的梦，有没有？然后你就知道它是梦，梦就醒啦。
那醒了之后怎么样呢？所以知道说，用这个醒觉的状态来怎么样，来修炼自己的身心的习气，就进入这个叫做悟后起修啊。六祖慧能写那个句子也是这样啊，有没有？身不是菩提树，心也不是明镜台，有没有？本来无一物，是吧？慧可当下，灭心了不可得，不就是本来无一物吗？无情无爱无烦恼嘛，所以本来无一物啊。但是重点会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所以何处惹起尘埃呢？无明、贪爱。那你如果随时回到这个本来无一物的这个觉性，我们说在禅宗里头叫做清净的如来本心的这个状态，有没有？你就常常缘这个无所取着的这个心来消融我们的在六根触境当中的业识习气，这个就是修炼啊，这就是在解脱。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讲说，像阎娃娃有没有？他看到大海一样，所以呢，他会怎么样？会亲近那个大海，把自身溶解掉。那你问题会出在这个地方啊！你如果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大海，你会怎么样？你会紧紧的抓住自己，好不好？你的烦恼自己不够坚强，自己不够坚固，自己不够大身，自己不够大尾，有没有？你怎么会想要把自己溶掉呢？不会啊。不会，有没有？在家你要变成什么？你要变成政治人物，或者你要变成企业家，你就是要让别人觉得你是怎么样？你是somebody，你看你那个自我意识有没有？那个我慢，怎么可能呢？你怎么会想要去把它给溶掉呢？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在境界当中，你就会发现，不是抗拒就是追求，了解这意思吧？所以这是真亲的物件，这个是很深的内在里头的那个无明的情结。那你如果看到实相了，你还要这样搞吗？了解意思吧？你如果看到了，你就会觉得不想玩这种把戏，不想欺骗自己，不想让自己怎么样受苦啊？所以这个叫做见苦。看到说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实相当中，你的内在如果没有活在实相的时候，你看它就会苦，因缘与这个不如实知，有没有？苦集就会产生，痛苦烦恼就会产生，对不对？那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就是用禅宗的话来讲，就是你没有活在本心的那个状态啊。那如果就佛法来讲，就是你在六根触境的时候是陷入无明的状态，而不是活在三一一相那种平等舍心处明觉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在讲这款代志啊，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其实这就是不管说佛之前或者佛陀之后，其实这就是千古以来有没有？不管是瑜伽古代的瑜伽士啊，就是印度古代的瑜伽士，或者佛陀之后的这些，你看佛陀当时候也有各种，我们从经文里头看到有没有外道、婆罗门，种种修行人都有没有？他们跟我们一样。那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在家人，有没有在追求的、想要达到的，就是这种心灵的彻底苦灭的状态，心灵上面的彻底苦灭，所以他就是活在一种心灵的彻底自由解脱的状态，好吧？那这是不管说佛陀之前或者佛陀之后，其实所谓的人类的终极性的这种追求，就是在追求这个东西。你看，它不是你有多少钱就能够达到的，钱跟名位有没有？或者说你的大脑，你外巧对这项代志一点帮助都没有，有没有？那反而会变成是一种障碍，所以其实这个就叫做修道啊，觉悟之后的这种修道了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我们刚刚那个开经记里头的甚深的微妙法。你们现在知道它深在哪里了吗？
你看在前面都位，它生在哪个地方呢？你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外面容易看，它是好像在外面的东西，你看得到，对吧？有一个对象，它生在哪里呢？这个东西就在你里面。你就是这样在生活，你就是这样在呼吸，但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看哦，再想一下，我只能运用语言，尽量让大家去趋近这种感觉。你看，我们上礼拜大家很确定，生命是一条河流，有起点有终点吗？但是你看我们的心，你看当我们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像心里头会呈现出那样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心灵对这个生命实相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它是不可掌握的。它是某种奥秘，有没有？某种奥秘，但是呢，真正在实际生活境界的时候，你看落入语言、落入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生命是一条河流的感觉完全没有关系，有没有？了解这个意思？你看，不是抗拒就是追求，不是要就是不要，都完全没有随顺你所领略到的这个生命实相，什么呢？缘起的、无常的。阿那塔，无我的，没有自己的，非自己的，非我所的，啊？那你看变成怎么样呢？活得很自我，有没有？活得很自己，而且自己的不得了，强大的不得了，有没有？安那的修口，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不是无常很难观，不是，因为无常就是你的生命经验，不是缘起很难了解，不是缘起也就是你的生命经验。但是呢，我们不会活在，因为我们的透过这个生命的被教养的过程，我们是在认识这个世界跟认识所谓的自己的过程当中，都变成怎么样？以一个自我意识在认识自己，以一个自我意识在认识外面这个世界，所以一直是我跟世界的一种对立。所以呢，纵使你会觉得奇怪，我们经验的。你看，任何一个人经验过的，你的经验其实跟一只小猫的经验是完全一样的。小猫的生命经验也是无常生灭的，小狗的生命经验也是无常生灭的，你的生命经验也是无常生灭的，有没有？我的也是这样，他的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却都在实际的生活上面是活在自我意识的假象里面，而没有活在无常生灭的实相里面，好不好？所有的痛苦烦恼的在这结果呢，因为咱无多了解这点所以我们要去找什么？我们要去找解脱，要去找自由意思的是什么呢？你不知道，你就活在大海里面，有没有？所以还要去找大海。你不知道，你就活在无常生灭的法流里面，你只要随顺这个法流，就可以怎么样呢？随时回到这个解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这个讲法都有点不太恰当，就是说你随时，你本来就在一个怎么样，就生命实相来讲，本来就活在解脱自在自由的境界啊，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常了，它就是在流动，知道这个意思吗？但是你看，你偏偏没去改呀。无明有没有？你偏偏要抓，偏偏要抓所以呢，不断的，你看，不断的在跟这么实际在发生你的生命里里外外的这样的实相，你在做什么？你在对抗，你在受苦，然后在对抗、在受苦当中，才要怎么？我要去找解脱，看到不？要去对找解脱所以会变成什么样呢？到最后就会变成这样，要历尽千辛万苦，有没有？跋涉千山万水。然后怎么样呢？蓦然回首，你才会看到，原来就在你的六处入住的当下，在你的生命经验当下，它是解脱还是束缚，有没有？它就在那边被决定。你当下是清明的，当下是解脱的，它就解脱；当下是无明的，你看你就会被生命经验给困锁住，没改变了嘞，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看，就会变成说，没有历经，你看没有历经这种内在的这么深层的这种探索，其实
回不了家。那有些人，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很特别的，那大概是在佛陀时代啊，比如你看像舍利弗他们，看到人家听一两三句法语，他就真的就证悟了啊，用震动的震，有没有被震动，然后就有某种觉悟的那种觉受产生啊。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些人他都怎么样呢？因为他的内在都像慧可一样。他们是心里头是怎么样？是很真心诚意的，在追寻、在找寻宇宙生命的一个究竟真理。所以，当碰到那样的讯息的时候，他们会产生有没有那种觉悟性的爆破？那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这样的用心，其实它很困难哦。所以你看，我们类似可以从笑话来看，你有没有看？佛陀灭后，大概就变成怎么样？代表佛陀说法的，一下子不到200年之间，就变成24派到26派。总告诉啊，好不好？部派佛教就几乎是26派还是24派啊？一下子你看，每一个宗教师都在诠释，这样才叫做佛陀的教法。你这样才在诠释佛陀的教法，这才是对的法。你知道这里头就有问题了吗？法不是在让你对不对的。佛陀当时候在说法，不是在让你说我这个法是对还是不对，不是。你们现在看得出来没有？佛陀当时候在讲法的时候，在说法的时候，他都是直接让你契入直接当下的生命经验。所以我们看《阿含经》，你就要看出一点呢，它都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每一个经文几乎就是那一个经文里头的主要的有没有那个重点？它那个重点在当下呢，就像雷一样，就像闪电一样。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佛学里头学的会变成怎么样呢？佛陀说法、缘起观、四圣谛、37道品，对不？了解这个意思？你看，你把它构设起来，变成是像佛法里头的概念系统，然后这是佛教里头的禅修方法概念，禅修的概念，是吧？要开始佛法里头的概念，这跟你活在实相里头没有关系哦，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这些概念有没有用？当然有用。透过这些概念，让你知道怎么样？概念没有用。透过概念，让你知道概念没有用。透过概念，让你知道怎么样？你必须要把这个脑袋的游戏放下来。但是要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比如说，你看，像我这个样子啦，93年。几乎是这样，很关键性。从93年开始，栽进这个所谓的灵修的探索上面，其实也真的就像刚刚我讲的这个样子啦，历经千辛万苦，因为在南北传对的这种佛教经典或经论里面，在显教、密教，在禅宗，然后在现代的灵修的这种各门各派的这些那个教法上面，你看在这边跋涉。在这边跋涉到最后发现怎么样呢？所有真正的教法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情：把脑袋放下来。但是你如果看不到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把脑袋放下来。你如果看不到，脑袋本身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是呢，它却会形成你跟实相之间的那个阻隔，那个黑色的帘幕。你如果看不清楚这点，你会怎么样呢？你会不断的去壮大你的脑袋，但是需不需要？需要。你的脑袋要大到怎么样呢？大到自己爆破。某你也干嘛讲？你会比如说，我们都会怎么样？里头有很多好奇。里头还有很多的脑袋的好奇，脑袋的那个探问。那你如果没有办法解决你这个脑袋的问题，其实你会怎么样？你会一直找东西来给他吃。你就是要透过这个过程，透过这个内在的探问的过程，甚至是透过这个脑袋的这种
知识上面的追求的过程，然后再看到怎么样呢？这些知识的追求啊，这些内在的这些抗拒啊，内在的这些探问啊，它都让你导向到一点，哪一点呢？原来生命是本来就没有问题的。这样可以感觉出来吗？生命会有什么问题呢？看到没有？生命没有问题，是贪嗔痴有问题。所以不是你的脑袋认识多少，其实不是你怎样多少，但是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没办法这样。你也怎样说啊？我们不断的在追求知识，有没有在壮大自己的脑袋？有没有？你觉得在某一个阶段里头，它很必要，很必要，有没有？一个求道者嘛，不断的访道参禅，访道参禅，对不？然后到最后呢，才发现说这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对，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是你看，苏东坡要写出这样的诗句，他历经的是人间的疾苦。你看被诽谤有没有？然后被关在那个大牢里面，不断的被鞭打，然后每天晚上在那边哭喊，然后出来之后再被诽谤，有没有？然后再被关，再被流放。所以他你看历经生命的那么深层的苦难，在他的中晚年才有办法写出那么绝美，有没有？那么有哲有领悟性的那种诗句。但是他只是一个文人，他还只是一个文人啊。那光要这个样子啊，你看那种生命的历练，它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没有？那些生命的历练怎么样变成能够很快速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你的生命的这些经验很快速的变成你的觉悟的养料，有没有？这是重点，这是重点。你会发现佛陀讲的这边都很有道理。第一个，你要有这种善业；第二个，在这种善业底下，你要碰到善知识。在碰到这个善知识，你看就像慧可去找达摩一样，就像舍利弗碰到马氏比丘一样，他们怎么样呢？透过以他们的这种生命经验或者求道的这些经验，在那样的一种因缘时节条件底下，有没有得到真正的点化？那也许在这一辈子的历程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找不到那种足以点化我们的心灵的这种大师，那你怎么办呢？你要不断的自我去探寻。也许你会从书店的某一本书，也许你会从我们某一个讲法上面，某一个人的一两句话上面，不断的怎么样累积那种小的电光，小的那种好像在黑夜当中小小的那种闪电，你要去累积那种东西，然后到最后呢，才会累积出那个真正让你产生那种觉悟性的爆破的那种震撼。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那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内在里头对于生命的究竟觉悟有一种怎么样这么真诚的心，所以他会无畏于跋山涉水，对，无畏于读遍这些所谓的能够叫经论经教这种千万篇的这种一下来扯对吗？没参像郭彰人讲啊，读破万卷书有没有？至少超过1000本以上啦。那有些人是在这些东西在干什么呢？他可能他如果是一个学者，他可能这样满足他工作上面的需要，有没有？满足他的自我。这样人会开悟呗？没开悟，我先跟你讲，这样是没法度的啊，这样是没法度的。那只是在增加你的脑袋上面的那种知识，刚才你堆积你的知识的那个仓库，增加里面的库存量。跟觉悟不会有关系，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你的心地是变成是你要去穷究，你是要去探索这个生命的这个究竟实相，这样就不一样哦，这样就不一样。你在为了满足自我的是在的读经的方式、读论的方式，跟你是为了探究真理在读经读论的方式不一样。你为了探究真理的人在读那些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一样读，但是跟别人读出来的会不一样。你会很快看到很多所谓的古代的那些大德
所留下来的那些所谓的大圣经论或者经教，有没有？其实像垃圾一样。今天我这样讲，其实像垃圾一样。那只是那些人脑袋里头的垃圾，然后他写成大智度论，然后写成什么样的经，什么样的经。但是事实上，对于让一个人，让一个求道者真正能够我们说领悟，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而会变成障碍，不断的在满足那个脑袋的作用。嘿，其实跟你要开悟，跟你要得到自由跟解脱，其实一点么关系都无，了解无？等到一款物件也变成那呢？你看，你会变得会越愚痴，因为你会越狂妄。你会以为说，你知道了什么？你知道了什么？其实你知道的只是书上的东西、概念的东西，有没有？而不是真正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的心被引向对那些引导朝向那些权威知见的库存装填，让它装填在你的脑袋，所以让你怎么样呢？让你越远离你自己活生生的生命经验，让你怎么样呢？更不自觉的去回避了你当下活生生的生命经验，有没有？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生命没有问题啊，它就是一个无常生灭的法流啊。那你要在这个无常生灭的人间世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流动当中，获得这种解脱自在，有什么难处？随顺这个法流啊，随时在六住入住的当下，随观怎么样？无常，随观生灭，随观离欲，随观舍，不就结了吗？有没有？不就结了吗？但是你看，没有一个人相信，看到没有？你看，我们在这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其实活在实相里头就这么简单。但是你看，要真的要知道这件事情，知道这么简单的这件事情，变得非常不简单。不是你这样哦，2500年前的悉达多也这样。你看，他不愿意活在活生生的生命的法流里面，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要去修禅定，有没有？去修四禅八定。修四禅八定，他修的不过瘾，有没有？不够艰苦，去修苦行，在苦行6年。无伊没欢喜，无伊没过瘾，你了解这意思不？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看，原本他的那个追求都是回忆于当下的生命的实际在发生的实况，想要用禅定来驾驭生命的境界，想要用苦行来驾驭当下的这种觉受。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看，都不是在向他觉悟之后告诉我们的这个讯息。生命没有问题啊。它只是一种原生的无常流动的现象，有没有？所以只要如实了知这件事情，然后在6根促进的当下，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就结啦。但是你看，这是他觉悟之后的教导。你看，跟他觉悟之前，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吹有有没有着啊着？有没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历经千辛万苦，要跋涉千山万水，有没有？所以你看，悉达多经过6年的苦行，然后带着疲惫的、很衰弱的身体，但是怎么样呢？极尽的一种不再有希望的心，有没有？然后呢，完全安静下来，回观，看清楚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觉悟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它难难不是在于说觉悟是什么样特别的事情，难在于知道说我们这个不特别的脑袋呢，其实一点都不怎么特别。问题在这。你若无都看清楚这点，就继续追索继续探索，继续充填知识，有没有？继续访道参禅，然后呢，不断的我们说去
去叫做跑江湖哦，然后到那些因缘条件成熟，哎，突然蓦然回首，那你自己就会怎么样呢？啊，那个叫做什么？于天的歌啦，带着眼泪的微笑，甚至呢，你会看到自己呢哭笑不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啦。哦，那我们刚跟大家讲的，跟今天要分享的这篇经文有很深的关系啊。因为呢，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长爪外道的问题。长爪外道呢，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怀疑论师，也就等于是说，他那时候的那个，在他们那时候的那个社会里头，其实他已经是一个一流的辩师了啊。宪法离宪争73页啊。这篇经文，你如果说看74页好了啊。这篇经文，其实他把所有的听清楚哈，其实他把所有的在灵修跟解脱当中的通达解脱的盲点都已经讲完了。但是要知道这篇经文里头的突破它这个文字项其实真的没那么容易啦。好，那我们先大略来看一下这个经文你看哈，我们主要是讲这里头的这些意义啊。他说我这样听闻啊，有一个时候呢，佛陀在王舍城的迦南陀竹园，这个长爪外道，你看他那时候也是一个出家人啊，所以他是舍利佛的舅舅啊，他就舍利佛的舅舅，他本身的学问非常好，口才非常好。他来找佛陀的原因，据说是什么呢？他很不甘心他的外甥变成佛陀的徒弟，所以呢，他要跟他的外甥的师父呢较量，所以他是来找佛陀辩论的，本来是这样所以问候一下呢，然后他们其实就已经开始辩论了啦然后他就跟佛陀讲说瞿昙啊，你看他没有叫他世尊，他就叫他瞿昙，他那个心思。看这边很重要，其实头一个开始这就是真大问题啊。我一切见不忍，什么意思呢？我对一切的知见、一切的知识观念都不会认同。那你看佛陀怎么回答他火种那我问你你说你对一切的知见都不再有认同了，那对这个知见你认同不认同啊？于此见亦不忍也，这个忍就是我们说认同直取的意思啦。你看，那长爪外道说，我刚刚说对于一切的知见我都不认同了，我说对一切知见都不认同，这个命题这个论述也不认同所以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你如果一个人真正达到这种境界，以什么状态啊？已经是阿罗汉啊，什么意思？你看他不会去认同在他六根触境的当下所升起的任何观念、任何想法，因为他很清楚这些观念跟想法都只怎么样，都只是当下的需要跟运用而已。这样不就解脱了吗？刚那个见到没干？我们随时在六根触境的当下，你会发现都在干什么？都在用我们的知见，用我们的头脑，有没有在驾驭、在制约你经验到的，在诠释你经验到的？你都是在认同你的脑袋，而不是在穿透生命，有没有？知道吗？这就是前面这几句话，就是所有历来不管佛前或者佛后，为什么会要有那么多人，有没有？然后历经千辛万苦访道参禅的必要性就在这里，因为他没有办法降服自己的脑袋，所以解脱不了。
你看呢？我现在再直接透过我们后来的这些佛教故事，你就可以体会到，《金刚经》里头不是有个叫须菩提吗？须菩提在他们北传佛教里头有没有那个传叫无争第一啊？那为什么会无争呢？啊，周师兄啊，哎，很容易争啊，争是什么呢？看到没有？因为众生不自觉的对他在脑袋里头的见种种知识见解的执取，所以就一定会有争。所以一个人如果达到说完全无争，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完全把他的脑袋放下来了，他不会再是他脑袋，不会是他的思想脑袋的这个工具的奴役了，脑袋只是变成他很好的工具而已，讲话讲完就煞，概念用了就煞啊。因为知影迄其实是无啥路用的呀，沟通用的而已啊。比如说，你看，我们刚刚这样讲，你看你会陷入认同跟不认同的问题。这个时候，你看你是脑袋在作用，你不是直接用心进去，你直接用心进去就看到了，有那个脑袋停下来的感觉。那个当下心敞开的感觉，脑袋没有办法作用啊。好，那再来，那长走外道他回答说：“我对这样的刚刚讲的那个命题有没有？我说我对一切都不会认同了，连这个命题呢，我也不会认同。”他在说明说怎么样？他里头没有这个执取。那你看哦，你看佛陀这样回答，他说：“佛种啊。”你如果真的是如是知如是见，你真的已经达到这种对于任何的知见都离那种认同，离那种执取，则怎么样？此见则已断，以舍以离，于见更不相续，不起不生。等于说，你脑袋里头不会再升起任何的知识观念的执取啊。火种啊，很多人啊。跟你的所见一样，很多人也这样讲这样说哦，这样的说法也跟你这样的说法是相似的。现在工厂呢，你是干拿公共的呢？很多人跟你一样在说，为什么呢？因为这辩论的需要。比如说，你如果说我对一切之见都不认同，对不对？那我问你啊，那你对你刚刚这样的讲法认不认同啊？你如果说认同，那你看你马上陷入自我矛盾，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长走外道当然说，我连我刚刚讲的都不认同啊。但是佛陀不是在跟他辩论，佛陀是在点化他。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思想观念的认同，对，他不是就已经解脱了吗？你如果真正这样了解，这样看到这个状态，你看以断以舍以离，于见不相续，脑袋不会作用了。就说脑袋要用的时候才用，他不会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嘀嘀咕咕。你会嘀嘀咕咕，就是因为你有认同嘛，啊，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哇，那很了不起耶。但是呢，火种啊，真侪人拢跟你赶快在那讲了，拢钦差公公的安尼俩来，佛陀就在讲这个，所以他怎么讲呢？你看哦，所以诸沙门、婆罗门、沙门，我们说那个勤就是修行人，婆罗门也是这样亲近的修行人啊。如果呢，能够真的舍此等见，就是知见上面的种种执取，而不再有其他的知见升起，这样的修行人怎么样？世间少少耳，这种人叫做须菩提啦，这种人是阿罗汉，有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样看清楚了吗？现在其实问题的概括一半。这里我说什么意思呢？这边就让我们常常去反省到说，所以我们对世间的经验、对事情的看法、对关系的界定，常常是怎么样？你的知见而已，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对禅修、你对佛教，你看你的知见而已，你是认同在你的知见，它跟你实际的生命状态有没有？跟实相是没有关系的，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于世间的种种知见的执取，另外一个层面是对于出世间的种种知见的执取，要干什么？都变成只是你脑袋的游戏而已啊！那你看被什么障碍住？就是被这个障碍住。
这个脑袋有没有？这个知见上面的执取，因为他干什么呢？肠转外道在干什么？自我认同啊。他透过这样的辩论来表现他的自我啊，来表现他认为的智慧啊。但是对一个解脱人来讲，你看他什么？这有够可怜的，好不好？你的变瞎棒啊，你的变瞎棒啊，呀！但是这个时候这样讲的时候，只是对于这个肠转外道有没有？它产生了某种当头棒喝，对。但是呢，肠转外道这个时候意志还是很强，所以后面佛陀才会继续慢慢讲，哎。那我们现在先停在这个地方，这里头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都要去面对的。你到底是活在脑袋里面，你的知见里面，还是真正活在生命里面，活在实相里面？有没有？你听我骗真多人，但是呢，你骗不过你自己。你如果活在知见里面，你看它就会有一个自我，会有那个我慢的那个感觉，在境界当中，你就会发现一些事情。你看，你就有所忍，有所不忍。有所忍呢，你同意；有所不忍呢，你就抗拒。有所认同，有所不认同，有没有？在你就是活在认同跟不认同里面，没有超越这个认同跟不认同，有没有？是不是呢？那情形你体会过吗？有没有？你看这样的状态，那是什么呢？体会一下，我现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在表现我们的认同，或者表现我们的不认同。你看，你以为肠转外道这时候在干什么？他在表现的是他的我慢，他的自我，有没有？但是就一个解脱者来讲，他在看到的是什么？那个叫做苦。看我，那个就是苦啊，深深的痛苦烦恼之所以滋生的原因，自我意识，我慢，借由知见在这边表演而已啊，在借由知见在这边表现，来增强那个我慢，来增强那个自我，有没有？你刚讲这意思？但是对一个解脱者来讲，你这样搞要干什么呢？是这个意思吗？你的我慢，你的自我要值多少钱呢？了解这个意思吗？有没有？是不是这个样？能体会吗？好，休息一下来。俱生，做到今天，你看贪心升起，嗔心升起，愚痴升起，所以没有离性，有没有？它就会被境界给系着，所以就会不断的升起烦恼，它就不是在一种清净的状态，它是在热着、染着、取着啊。那有些人呢，他说，如果他一切都不认同，都不执取，你看他这会怎么样呢？这样的一种知见，一切都不认同，都不执取嘛。所以你看，离贪，没做到境界，他不认同，不执取。这个不认同不是一个抗拒的意思，这个认同是有执取的意思啊。所以不认同，你看他就离系啦，他不会有贪心升起啊，不会有嗔心升起啊，不会热着。这怎么想？你看像佛陀那种人他没有认同跟不认同，才叫做真正的不认同，有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看，对于人间的各种境界，没有认同跟不认同，才是真正的不认同，不是在那种认同跟不认同当中的那个对立啊。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它是一种超越的状态。那你看这样的一种超越的心灵，它是来自于什么样呢？真的是来自于怎么样？来自于在生命里头有一种深深的认识，认识到什么呢？没有世间，有没有？没有一毫毛是你可以去认同跟执取的，有没有？所以他这个不认同，不是来自于辩论，而是来自于对生命经验的深深的领悟。所以曾经在一篇教法里头，佛陀有问那些比丘说：比丘啊，我问你们啊，你们认为有没有对这个色受想行，就是你经验到的这些身心现象，有没有说你对其中有所执取而不会带来障碍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对于身心现象，你如果有所执取，它不会产生障碍吗？
那比丘就回答说，没有这种事情。什么意思呢？凡对身心现象有执取，一定会产生障碍。在原本的这个翻译叫做罪啊，能够不执取而能够有所执取而没有罪产生吗？那个罪哦，我为什么不太喜欢这个字？我先讲清楚一点啊，你看这些都是人类的概念，你这个有罪，这个没罪，有没有？罪是人间的概念，人类思想所投射出来的东西。生命有没有罪啊？小孩子刚有罪，生命怎么会有罪呢？一朵花有罪，银芽花刚有罪。你说你别再种银芽花，你要种玫瑰花啊！所以你生种银芽花，说你有罪，知道这个意思吗？生命里头没有罪，罪的概念这种东西是宗教在奴役人用的，所以我很不喜欢基督教那种原罪的观念。因为那种观念呢，它直接就对生命产生伤害。生命哪里有罪啊？那你本来有罪，那你本来有罪怎么办啊？天生有罪啊！那他们的罪还更好玩。为什么会有罪呢？因为人类的祖先叫做亚当跟夏娃，有没有？亚当吃了知识之果，给把几块大事都变有罪啊！所以一生出来孙那不，弄有罪，这丘西人不，你知道吗？但你看他这样的一种神话的这种宗教的建构。对于相信基督教的人，他们笑不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会变成怎么样？因为你是天生有罪的，所以你要有一个人来帮你赎罪，有没有？那个人叫做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上了十字架了，所以天主教有没有？所以你的罪被救赎了，所以你要怎么？你要膜拜他们，你要去供养他们，是要这个意思吗？所以那是一种宗教控制用的。那现在在佛教里头也是这个样子在做这种东西啊，有没有？你的生命好像是天生残缺的，你是有罪的，你是有3世的业障，这个都不是佛陀的教法。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佛陀只有在说一件事情，你看他在菩提树下的觉悟，如果你不了解生命的实相，你就会继续而来在生死轮回当中受苦，只有这样。所以它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无知、无明，不是罪。跟大家看一首，跟罪差别很大不捌哪有罪？不捌哪有罪？知道这个无明没有罪，无明不是罪，无明就是你不知道代志了嘛。无知不是罪啊，那谁会天生有知啊？那佛陀只在讲这件事情。如果你继续无知，对不对？你在生命的境界上面，你看我们在6根触境，你就怎么样产生贪爱执取？你看就有忍有不忍了，有没有？你认同的有没有？你抓你执取，那你看就对抗；你不认同的，你对抗。你看我们就活在一种动荡不安的心灵境界里面所以就怎么样？贪爱执取，所以有序就会升起。你看，你会不断的驱迫你自己去找寻你的认同，去排斥你的不认同，有没有？这就是有的意思所以呢，就会不断的有这种接续而来的人生境界，好让你去享受，有没有？好让你去受苦，就会接续而来的生死轮回。比如说，你看，如果说我们这一辈子到最后一刻，还活在这种自我的执取，有所忍，有所不忍等，有些你要，有些你不要，有没有？就是像生忏里头讲的嘛，有没有？要跟他更加啊。大道无难，唯嫌拣择，还在拣择，还在拣择，这个是，这个非，那个要，那个不要，有没有？你看那是什么意思呢？活在你的自我意识里面。那你看，所以有要跟不要，这叫做什么？这个就是取呀。所以临终的时候自然会怎么样？造成有啊，有取就会有，你就会有那个取，这个你这个取里面所投射出去的那种想要那种身心状态。所以就会有所谓的未来五因，就这样升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停止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在临终的时候停止呢？那不停止这个东西不叫做罪，没有人在审判你，只是会怎么样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怎么样？不断的自苦，让自己陷入痛苦烦恼当中，也容易让别人陷入痛苦烦恼当中。所以变成一种苦业的交缠，然后呢，继续带着这种苦业的这种因缘，有没有？行为本身一定有引力跟斥力，这就是佛教里头讲的戒，境界的戒。起心动念也一样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常常会现在有些科学实验，有没有？他们比较清楚了，知道什么？这是一个能量场。
生命它本身就是一个磁场，每一个生命就是一个磁场，而这个磁场呢是在这个宇宙的大磁场当中，随着每一个磁场里面的讯息不同，所以它就展现不同的它那个场，其实里面的讯息不同款。那你看简单了解，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场，现在在讲非常精深的法，你看这个时候的这个场的氛围，跟如果我在这边有没有讲几块狗屁啥，你想干赶快，不会一样，知道吗？我们在讲精深的法里面的讯息改变了这里头的磁场。我们如果在这边不断的在鼓动贪嗔痴，贪嗔痴的讯息就改变了这边的磁场，所以能量的品质会随着里面能量所含蕴的讯息的不同而被改变。那你刚了解意思吧？啊，你看我的生命如果很直取，看到没有？这样一样是一股身心能量，对不对？你看你就会变成一种很直取的生命能量。看嘛，里面的讯息改变了这个能量的品质。你看到不？佛陀一样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身体呀，一样是一个身心状态，但是他是解脱者的，他的心灵里面没有直取，所以你看他那种生命的讯息，他到哪个地方都会带来那种和平喜悦那种解脱的氛围。你看看里面的讯息不同，讯息改变了那个能量场，这样会很困难吗？对吧？一个喜欢用脑袋的人，你看比如说那些哲学家，你看到他就是那样的状态啊。一个充满嗔心的人，然后一真生气，你看当下他整个能量场会被改变。那你把那种你看嗔心消失了，变成一种快乐的状态、喜悦的状态，你们那个能量场又不一样了。讯息，还有在现在这个讯息理论有没有？就叫讯息，就是这样而已啊。好，那所以回头你来看，那我们如果说像对境界容易产生认同跟执取，你看那所以在境界当中，你看你就不断的升起贪嗔痴取着啊。那有些认同的，有些不认同的，有没有一样？认同的升起贪嗔痴，不认同的呢无贪无嗔无痴。那如果对于所有的整个生命经验、整个生命境界都不再有认同产生，不会有真正没有那个认同，对认同跟不认同都两舍的意思啦啊。所以你看他当下是怎么样？他当下就是解脱的啊，当下就是出离的。你看他的心都没有被绑住啊，是不是？野心不会被绑住，没有系着因为他没有认同，没有取着。那我现在谈的是你要问，因为佛陀后面在讲的就这个问题，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样子？为什么能够达到真正对一切境界、一切知见都不再有认同产生？凭什么？杠我啊！杠我啊！有没有？所以佛陀进一步，你看他现在就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呢，佛陀就先跟等总结，跟这个火种长总外道讲啊，您现在论，您现在辩述讲的只不过差不多这三类啦但是你在创啥呢？你如果坚持，比如说那有些人说我对你们，他在对他们谈的就是你们这些怀疑论者这些辩士。如果说你认为说对一切都认同的时候呢，因为你这只是一种说法，那其他那些对一切不认同的人，跟有些认同有些不认同的人，有没有？他就会来攻击你，那你们就会怎么样？起竞争。那如果说对一个有些认同有些不认同的人，你们只取这样的观念，有没有？那对于那些一切都认同跟那个一切都不认同的人，他就会跟你怎么样？起竞争。如果对于那一切都不认同的呢，那些一切认同的跟有些认同有些不认同的，他就会跟你起竞争，讲意思不？那些在干什么呢？了解这个意思吗？为什么那些争呢？为什么那些在那些认同里面在争呢？其实那就是无明的表现嘛，就是你陷入无明当中，所以会陷入知识观念的执取，而且不只是执取，还会怎么样？起竞争啊。那你说呢？怀疑论者比他们这些，你看他在起竞争的过程当中都在干什么呢？其实都跟名闻利养有关系，跟我慢有关系。所以宗教界为什么会有那么佛陀一时候有没有一下子不到200年的时间，
不到150年啊，变成24派啊，然后不断的变化，就争来争去啊。你看整个部派佛教的历史，哎，那跟明文力量有关系啊。那你看，你看在这整个中国，你看北传佛教里头，你看为什么那么多宗派啊？除了说我现在讲的，除了说是来自于真正的真理的讯息的教导之外，其实那都很少。比如说，你看慧可不跟人家争，达摩也无争，僧璨也无争，慧能也无争。慧能之后呢，其他下来的那些传承的那些，有些那个所谓的禅宗的那些教派，你看就不一样了，它就变，因为什么呢？里面已经没有真正真理的讯息，只剩下争什么呢？我慢我见，就只是知识上面的问题，认同的问题，跟真理都已经没有关系，就是这样。这就是人类在宗教界里头造成的这种苦难啊！这不是现在才这样，佛陀时代就这样了，佛陀之前也是这个样子，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这篇经文其实是很重要，这篇经文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呢？提醒我们，你的脑袋在变瞎吧？你以为你的脑袋可以到哪里去？你以为你的脑袋有什么作用啊？那你看清楚，你看张开法眼，世间人不。在家人跟在家人，你看之间上面争，不要说到不只是陌生人跟陌生人比较不会争，有没有？公司的同事彼此争，家庭里面的你看大人跟小孩，小孩跟小孩，大人跟大人一样争啊。出家界也是这样啊，有没有？南传北传有没有？然后各种教派在那边争，我觉得叫对，你觉得叫对，有没有？争。之间上面的认同跟不认同，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边经文在提醒的就是这件事情。那只不过你脑袋的投射而已啊。但是你投射了那些脑袋之后，你看它跟实相无关，但是就进入你那种自我意识的长养你的那个我慢，然后你们就彼此之间会在那边射箭射来射去啦，哦，争。所以为什么须菩提有没有无争第一？这样清楚我在讲这个意思吗？你看，无争是来自于对于生命、对实相有一种深深的领悟。所以对那种人来讲，有没有知识概念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什么样的工具呢？帮助别人进入那个超越知识跟概念的世界而已。但是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呢。知识概念永远只是知识概念，它不是实相。所以在那个地方，你真的就是要放下来，要跳进去，你才会看到。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修学上面，你看佛陀一直这样讲，克服五盖，正知正念当下四念处。克服五盖在干什么？克服五盖就是在停止头脑的运作。离贪的执取啊，贪心的投射有没有？离嗔心的投射啊，你看离掉悔想东想西，有没有？离那种心灵的无力的，比如你的头壳，你的头壳停了，或你卖用头壳，用心直接观察，这个叫禅观。你看，那你就直接会看到什么？身心的当下就是这种无常的法流啊，那还要争什么呢？比如说了，我现在直接用这篇经文这样引申，有没有？你如果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的心，假设你说像佛陀这种人啊，你看他已经完全领悟了生命的实相，你看他会跟人家争吗？想清楚，想清楚，这件事情很重要，有没有？想清楚，他会争吗？啊，周师兄，你觉得他在争吗？他没有在争你看他是完全是一种慈悲慈柔的心，然后四无量心在帮助世间人放下这颗脑袋，直接进入实相。他不是在跟长爪外道争啊，他是在告诉你这样没有用啦，你自欺欺人而已，要干什么呢？不需要这样嘛，啊。所以佛陀讲一句话：我不与世间争，但是怎么样？世间与我争。其实这句话很深。为什么他能够不与世间争呢？你要去想。
那为什么世间要跟他争呢？你也要去想啊，我们随时都在争里面啊，此见此忍此不忍，有没有？都是在这样的状态。那在干什么呢？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知识见解上面，在这边流转，我们以为我们在干什么呢？有没有？但是我先要讲一点呢，你如果是世间，用世间的科学理论的建构，它当然要不断的怀疑，不断的辩证，那当然要争。所以你看，在西方的哲学系统里头怎么样？一定要辩论，一定要怀疑，你一定要怀疑到底。那怀疑到没有办法怀疑，理论建构起来还不能再相信，继续怀疑怎么样？做实验，有没有？实验成功了，你就发现啊，所以它这个理论在这样的一个实验的基础上面被确定是叫做典范。理论经过实验检证之后，它的合理性、被确定性被架构起来，被认同，所以它是一个典范，有没有？但是呢，后面的人会对它怎么样？会对它再推翻它，他会再怀疑它啊。所以呢，你看，所以牛顿的力学到爱因斯坦就被推翻了。比如说，了解这个意思吗？那爱因斯坦的东西到那个海森堡的那不确定原理又出现很多问题啊。到现在的场论，有没有？你看都是一个理论典范推翻一个理论典范。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解脱没有这个问题，灵修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佛陀是解脱者，是一个觉悟者，2500年下来没有人有办法推翻他，因为那是真理。理论是理论，所以理论是可以争的，也应该去争。真理你没有办法争，真理就是真理，知道这个意思吗？比如说你看这样不清楚，对不对？我现在问你，身心现象是一种无常流动不断发生而没有主体的现象，这需要证吗？看到没有？你了解了千古以来就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这个叫真理，有没有？这个叫真理，不是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么简单，但是要活在这个真理里面，你就发现很困难。困难在哪里？你看脑袋会作怪，我认同这个，我不认同这个，我跟这个争，我要那个，我要那个，有没有？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会一直强调说啊，不是无常不能观，绝对不是，因为无常是生命经验，缘起也没有那么难以了解，也缘起就是缘起，只是缘起的层次很多啊。缘起可以达到很深，也可以从很浅的生命经验来谈缘起，哎，那都是我们的生命经验啊。所以只是我们不是照着我们所经验到的生命实相来过活，而是怎么样照着我们的脑袋知见的投射在过活，差别只是这样啊。所以解脱者他觉悟了之后呢，尽可能的有没有在六根触境的当下里头活出那种流动的状态，不被自己的这种知识概念给限制住的这种状态，活在实相里面啊。那我们一般人就是活在自己的知识概念，然后你就发现他就会活在自己的习气里面，有没有？他就会活在自己的痛苦、愤怒、不幸里面，他就会活在自己所投射出来的梦幻般的希望里面。因此呢，他会怎么样？他会焦虑不安。你刚讲这一首，活在实相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简单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你活在实相里面就没有事情啊。所以你看那个禅宗的那些大师为什么都告诉你放下放下啊，没代志没代志，甚至在那个广沁老和尚他临终最有名的那一句话有没有？没来没去。但是你看那个没来没去不是一个概念，你用概念去了解这个没来没去，你没多了解这里面那个深的物件、真实的物件，那是一种心灵状态，那是一种生命境界，那是一种生命实相的状态。就是你的心灵领会到这个生命实相，他知道他怎么样。这是一个，我这样讲哈，你看哈，缘起的现象，是不是一定都是生灭的？那你在这个生灭的你看在这个生灭的现象当中，你如果不随着这个生灭而转，所以
生的生起，灭的灭去，有没有？来的随他来，去的随他去，这个就叫做无来无去啊。你看那个无来无来无去，伊不是简单的代志，你发觉不？这就是佛陀里头的那个要点。随时在六根促进的时候，三利一相有没有？随观无常，随观离欲，随观舍。心当下安住在这种平衡舍心的境界，才有办法怎么样？无来无去。这个你要自己要去体验一下了啊！所以这个无来无去，不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可以是一个法门，可以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你了解到这个超越了，这样很难讲。我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大海，一个海洋，对，你看到波浪会有来来去去。一个波浪升起，有没有？这个波浪灭去，一个新的波浪又升，有来有去啊，对不对？我们人间是不是这样？有生有死啊，就是跟那波浪感官有来有去，对不对？有生有灭，哎。但是这些生生灭灭的，我们从波浪来看，生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生灭啊。但从整个海洋来看，就大海本身有没有生？就大海本身。啊，或者这样你不太清楚，就海水本身好了，有没有生？海水没有生啊。浪，你看我们看一个浪这样哦，浪嘛，浪升起，哎，海水还是海水啊，浪灭去，海水还是海水啊，水还是水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浪会升起啊。那你如果随着浪而转，就会有生有灭。你如果现在看海水，就看到什么？海水没有生，所以没有相升起，有没有？所以没有灭，这个叫做不生，所以不灭。所以你了解到心去了解到这个，所以才有办法这样啊！你才讲只有这无来无去的艺术啊，来去的是生灭，来去的是现象啊，不来不去的叫涅槃。啊，那我们一般人，你看你会在这种知见上面看到没有？你的知见是随着某一个文化形态底下，那么你促进之后所形成的种种观念、种种观念的取角、种种执念，它只不过怎么样？你看，它是一时一地的历史文化的一种现象里头的怎么样？一小滴而已。你就是哲学家我讲。你看这哲学家，你看他们那个弄到最后，就是他一点点的那个知见，然后可以写好几本书，有没有？然后呢，他写他这一点点知见呢，一点点他认为他自己的观念呢，为什么该写那么多书呢？因为他就开始批评别人的不对，只有他对啊。他真正他自己的东西一点点而已，他用这一点点呢说别人的都不对，这样啊，在这边辩论，在这边辩论就形成所谓的哲学著作，就这样而已啊。你想一下，那些要干什么呢？知道吗？透过那些知见，现在就是这个，就是佛陀在跟佛宗讲的。你怎么样编，怎么样真是在并下浪，跟我们在世间不是一样吗？你在跟恁翁争，跟恁囝争，跟同事争，恁到底是在并下浪啊？你讲无争，我唔甘愿，唔甘愿就按你了嘛，就是这样。那你清楚就好了，只是为了你的不甘心，为了你的不甘愿，有没有？所以你只好怎么样呢？让自己受苦，也让别人受苦。那你如果对这件事情真正清楚，我说真正清楚，你的争只是来自于自己的不甘愿，或者来自于自己的不甘寂寞，有没有？那你对这样的心理状态深深的理解啊，慢慢的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不想争了。了解这个意思吗？啊，但是我这样的说法是一种世间的这种教法而已啦，要看佛陀的这个才厉害啊。好，来看76页啊。所以我们先把这边先做了一个总结，对不对？对种种知见，你看你的脑袋里头的种种知见跟观念，你如果有所取着跟执取的话，就会让自己跟别人受苦，而且活在假象里面。好，那你如果
对于你脑袋的，就是你在你的人生经验当中所接触到的种种的这些是非善恶好坏，种种的这些知见观念，你都知道它怎么样？它都是一时一地的，有某种作用、某种功能，但它都怎么样？它都是相对性的，都是工具性的，都不是绝对性的，有没有？所以都怎么样？摕来公共的用的呢？咁样个意思，就讲伊迄你真侪知识甲观念，就敢若茶杯啊共款，茶杯咧创啥？看水嘛会使啦，对不？但是重是摕来啉茶用的，了解这个意思吗？知识观念要有它的实用性，它有它的工具性的价值。啊，你若摕来变做讲，摕来跟人争来争去，有无？迄其实是拢咧做业，造自己的苦业，造别人的苦业，有没有？所以你看出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佛陀之后然后所以变成那些所谓的大乘佛法的那些经论，你看他们造多少业？障碍有没有？障碍求道者，所以都不会只是障碍到自己，而且障碍了自己，也障碍了别人。那你障碍了别人，不可能不去障碍自己那你看所以因为看到说知见，不管在这三种当中，你取着任何一种，都会带来怎么样争。所以只有对于任何知见，真的彻底的完全舍离，才有办法怎么样取离解脱但是你看佛陀很清楚怎么样能够叫你这样习惯于当一个怀疑论者，而且以怀疑论者那个的这种身份为荣的人，有没有？你的这种骄傲感，你的这种自我感，怎么可以放下来呢？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这个信佛的这么会说法，怎么叫你让你知道你可以变成哑巴呢？我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状态，你看，我们很习惯借由表达自己的知识跟观念在干什么？就是那句话，在喂养自我所以更何况他们是这种那时候一流的这种论师，一流的这种辩士那你看，所以佛陀不是在跟他争，你看现在佛陀在救他，知道吗？所以你看再下来那火种你要这样看的，你看你们这边会接不下来。如是色身出世大，这个色身只不过是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的一种原生的一个流程，一种流，对不对？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修行人要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色身本身就是这五种随观，这里很重要的，当观无常，当观生灭。你看到这个四大的这样流变，像一个河流一样不断在变迁，它是无常的，它是生灭的，所以你要怎么样离欲，自觉性的去舍离对这个无常流变的这个四大所组成的这个色身，怎么样离断那个贪欲，观怎么样随时让自己的欲贪在当下里头灭尽，心平衡那一个修行人如果这样，你看他圣弟子观色身的这个无常生灭离欲灭尽，观舍住，当对于这个色身这个身心其实应该在包含身心的现象，那现在就是直接就讲身而已，后面讲心就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就对这个身体，你看他没有欲贪，没有取着，没有可爱，没有难着，没有念，永灭不住，就等于你如果常常如实的有没有面对这个色身，去看这个色身，只是怎么样呢？看到这是一个四大的不断的变化，无常生灭的这样的一种流动，这叫随观色无常，随观色的生灭。这我们的对身体的经验不是这样吗？但是你看我们会后面就做不出来了，随观离欲，有没有？你不会想要去舍断对于这个色身的抓取，好不好所以欲贪灭不尽，所以心没有办法平衡，这样知道问题了吗？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如果说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就会跳过前面这个地方。你看佛陀在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真正的如实的修行人，他如实的看到这个色身的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无常生灭流动的，所以他当然会怎么样呢？厌离，有没有？就是会观这个离欲，然后心呢会去让欲贪灭尽，心面对这个身体的这个现象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不去抓取的状态。这什么意思呢？没有身见，断身见，有没有？不会以身体为我啊，所以其实就是断我见。所以断了这个我见，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不会有见争。所以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一般会觉得奇怪，哎，怎么前面在讲这个认同跟不认同的问题，那突然变成在观色无常，就是在讲我见跟身见。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你看这边看到佛陀的厉害吗？啊，对恁这款吼习惯用读壳，好不？来跟人争，来叫是家己外教的无吼，其实是真可怜啦。你好好甲看清楚，无这个身躯，敢有法度去支持你这个读壳？我来用简单的来讲，就是安尼啦。啊，这个身躯是什么物件？你看你这个身体，没有你这个身体也能够支撑你这个脑袋啊。你这身躯是什么物件？你看无常的，只不过是四大的这种暂时性的组合，而且连组合都没有办法说。伊无都讲组合，你发觉无？伊是一种很特殊的流变的现象，某些因缘条件底下不断的在变化啊！你看内内外外不断的，它影响这个色身的状态，影响这个四大的状态。伊无一个时刻是同款的，它无常的啊，它生灭的啊！所以你看，你能怎么样呢？你连抓自己这个色身都抓不住，不是吗？那你跟人争啥呢？你如果看清楚这个生命，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你看实相，它就这样不断的在流动，不断的在流变当中，所以你结论就会很简单啊，只能舍离啊，就是不去抓取，有没有？如实知见它这种无常生灭，所以怎么样？如实知见自己的内在里头，对于这样的一种生命现象，舍离那个欲贪跟执取嘛。所以叫做观离欲，有没有？观当欲贪灭尽，心可以平舍。这个舍呢，不是放弃的意思，变成说随时可以依这样的实相来对待生命，所以心是平衡的，有没有？那你看你这样反过去，那说等于说一个修行人，如果如实知见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种流动，那你看好不？啊，周师兄啊，这样你还要再跟人家争吗？你都争不起来啊，你知道吗？知道这个意思吗？你就会无争。因为你活在实相里面，会争什么呢？就无争了，离了认同跟不认同的那些知识上面的、知见上面的那种执取，有没有？这样看到这个意思吗？所以佛陀不是在跟常走外道辩论，佛陀是在救他。是在解开他的生命当中，你看因缘于这个我慢执取而来的，形成了这么多层层叠叠的盲点，是吧？直接另外佛陀很厉害，有没有？直接进去一刀的破开。这样看到这个东西吗？那干不是安呢？常走外道是比较厉害的，有没有？那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是一个那个短爪外道，那么点不起嘛，就在争啊！你在争啥？佛陀这么在讲，你是要争啥？有没有？寒山拾得的那个有一个偈言，有没有？蜗牛角上要去争天下，就类似这个意思。你是要争啥？但你安尼讲不好，你知道不？他如果没有真正的内在的洞察，你叫他不争，他会跟你说我为什么不争？他就会因为你叫他不争，他就跟你争了，知道吗？因为那跟他的自我意识有关，我慢有关，那就是一种无明的习气，那就是一种有序，那就是有序当下的有序哦，思想的执取所造成的有序，它马上产生所以这样讲没有用，如果那就变成一种辩论嘛，有没有？所以佛陀不这样讲，佛陀叫人看里面回来，转进你的生命，
转进你的生命，你不用去想要去赢别人。你看生命是什么？不就是这样吗？一个无常生灭的这样的流动，你能抓什么吗？那你不能抓什么，所以你就不要去抓，叫做离欲。那你知道你不能抓什么，所以就要怎么样？再从离欲的自觉到最后欲贪灭尽，然后随时心在一个平衡舍心的状态，那不就解脱了吗？这样还有什么要争的吗？这样才有办法怎么样离争？你看好不？所以我刚刚为什么那样讲？你看啊，长爪外道，这个时候他这个叫做已经跋涉千山万水，明白吗？他跋涉了千山万水，所以他那时候怎么样呢？他那时候为了成为一流的辩师，所以他说，如果不把那些吠陀啊什么那时候的那些经典，如果不读不弄通的话，他不剪指甲，所以他才叫做长爪外道啊。所以他是那时候一流的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他把聪明用错地方，他要跟人辩论的，他是要赢人的，知道吗？所以佛陀告诉他，你那样要干什么呢？这个色身能够支持你的脑袋多久？那这个色身又是什么东西？他先不谈他的脑袋啦，这是更根本的，不是吗？实相是什么？你的生命实相是什么？你在那边跟人家争什么呢？你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你还只不过是一个愚痴笨蛋而已啊，不是这样吗？你看，对于佛陀这样的心灵状态的人，活在实相里面的人，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你在争什么呢？你赢人要创啥呢？什么人赢，什么人输？没人在赢嘛，没人在输，你是在变啥梦？我们上礼拜有讲有没有？如实去体验自己的身心现象不是很难，不要被这些宗教师骗了，以为要经历经四禅八定，修40片处破色句，你才能够正观五阴无常。我告诉你，没有那一回事情。你的生命今天就告诉你这件事情，生命今天就是无常生灭，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那如实的活在你所经验到的这种无常生灭的生命之流里面，你如果这样，你看，你当然就会这样啊，离欲，离那个抓取，心随时在境界当中学习平衡，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再来，这是讲身体的部分。那他佛陀进一步讲，有3种受，不是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我问你呀，这是你实际的生命经验啊。那佛陀就问他说：“那你看一下，那这些你不是在追求快乐吗？你不是在那个逃避痛苦吗？或者你在拒绝痛苦吗？那你要看清楚啊，这个苦乐受怎么样升起的啊？何因何缘何生何转而有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那佛陀讲啊。”这个佛陀讲了也没有用啊，是你要自己要吃的这样确定，一定要有接触。那触是什么？6根去触到境界，随着触的这个因，有没有？触因、触集、触升起、触转化，苦乐受就会不断的变化，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比比触集则受集，比比触灭则受灭，什么意思呢？你看。你如果如实了解到自己生命经验当中的种种苦受、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你看，它都是在当下的6根促进的因缘条件底下随触而升起的。有触就有受，没有触就没有受啦。那进一步了解这些触本身都是随着这个触的因缘而生，所以怎么样？它没有什么好抓取的啊。它是一个随触的因缘而流动变化的，因为触也不断的在流动，所以呢，对于受就没有那个抓取，这个叫受灭，所以就怎么样呢？面对觉受的时候，就心里头怎么样，懂得离那个苦乐受的那个执取，所以极尽清凉永尽，你看你内在的那个
贪欲、执取、抗拒或者追求，你看它不会升起。哎，那再进来。所以对这三种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知道比比受怎么样聚集，合因合缘而集，合因合缘而灭，对。那当它升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滋味？染着，滋味升起。当你染着，滋味升起，快感升起，会带来什么样的痛苦烦恼？叫做幻。那你怎么样能够如实知？这什么意思呢？如实知受的本质是什么？它怎么样聚集，怎么样升起，会带来什么样的快感，有没有？然后会引生什么样的喜贪？那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痛苦烦恼？对于这些境界，对这些状态，刚讲那就讲错了，不是境界。对于这种发生的实际的这种经验，你如实知，有没有？所以这在干什么？不是叫你去破色句哈，是叫你如实观察，当你的苦乐受在升起的时候，它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你看到乐受升起，你看你会很开心，那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就味着，这叫味就染着了。但是你看到你那个乐受之所以会升，是你触到某种境界，有没有？不是吗？那你看你染着了那个乐受，所以你就会追逐那个乐受，你就会抗拒它的变化，就叫做幻，因为它是无常的。那你对这整个的苦乐受的缘起过程变化，跟它带来的味跟幻，你如实知，对不对？你如实知，那你会看到它什么？你看它就是无常啊，它就是生灭的啊，不可执取的啊，所以你要怎么样？当下去离欲啊，让欲贪灭尽啊，让心平衡啊，是吧？那这边这个受包含的什么呢？其实就是受想行识、感受、念头，有没有冲动？还有你的觉识现象，它都是随着触而产生的。触集则受集，触灭则受灭；触集则想集，触灭则想灭啊；触集则思集，触灭则思灭；触集则事集起，触灭则事灭去啊。我现在讲的这个就是佛陀他自己讲的哦。我之所以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究竟觉悟嘛，对不对？佛陀讲啊，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识五受因的本质、五受因的生灭、五受因的寂灭、五受因的味幻离如实知，所以我能够得脱得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意思？我能够解脱五受因的系缚，我能够超越五受因的系缚，而体证究竟圆满的这种觉悟的状态。好，那现在这里很清楚，你看佛陀就是在把他觉悟的心要交给长转外道，佛陀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不是在跟人辩论，他是在教人离苦。那人家要离苦要怎么？要让他能够觉悟，所以佛陀留下来的都是觉悟的心要。那你看这样看清楚了吗？你看这里包前面的色身啊，色跟身见有关，对，受想行识整个的生命经验。所以他这边你看光这个样子，他就是要再让长爪外道有没有如实知见生命当下在发生的生命的实相，它的本质、它的味、它的幻、它的离，不都是这样吗？都是无常生灭流动的。所以你如果随顺在当下六根触的当下去看到这种身心现象的这种味幻离，有没有？随观无常，随观生灭，随观离欲，随观灭，随观舍，不就解脱了吗？没感觉，还要拜忏才会解脱，还要铿铿锵锵才会解脱，还是要听某一个菩萨跟我讲什么才会解脱，还是要看到什么东西才会解脱？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长爪外道对他们这种人来讲是超级理性的人，
理性到非常的非理性，理性到自以为是，有没有？他陷入那种盲点当中。佛陀没有在跟他们辩论那些东西，佛陀在建议他什么？你直接好好的看生命到底是什么。他如实展现在你当下的觉观底下的就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这个叫做五阴，有没有？它不是无常的吗？它不是生灭的吗？那既然是无常，既然是生灭的，所以你不是就应该离断欲贪吗？你不是就应该让欲贪熄灭吗？你不是就应该在这种无常流动的生命境界当中保持平衡而无所抓取的心吗？不是这样才会有解脱的喜乐吗？不是这样才会有真正生命的自由跟自在吗？你在跟人家争什么呢？那个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好处呢？看到吗？你这争什么呢？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不了，你是在变瞎浪，有没有？就带着那个争的不安的心，继续制造那个痛苦的有序，有没有？继续漂泊在生死轮回的大海里面。这就是佛陀的苦心啊，有没有？所以为什么你再看啊？所以你看佛陀进一步讲：于彼身分其受觉如实知，于彼命分其受觉如实。分歧的是界限的意思啦。那这样看似你们很难懂，我直接这样讲。在这边在讲就是在讲说一个人终究一死，所以对于他的这个身体最后的觉受，生命的最后的觉受都如实知。所以很清楚啊，你看他身坏命终之后，有没有一切的苦受乐受？你看你这时候在活着的时候，这些经验到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包括你的受想思，有没有？不是都灭了吗？他是直接从死亡这个关键点来讲，有没有？所以呢，他怎么样呢？所以呢，你就要了解这件事情。乐受觉时，你看你快乐的时候，有没有？你觉得你很有成就的时候，身也败坏啊。苦受你觉得很痛苦很不幸的时候，身也败坏啊。那身败坏的时候，那个苦乐受其实它在当下就灭尽啊。那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了解，有没有去取着这种你看随时升起随时就灭去的这些生命经验，那就自己在自讨苦吃啊。那你如果有这样的了解，你看这就是苦边啊。其身不苦不乐的时候，其身易坏啊，都是苦边。什么意思呢？在临终的时候啊，对于当下升起的最后的身心的觉受，保持如实知而没有任何抓取，就是苦边。这是美感所以在佛陀的教法里头，它跟密教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边呢？佛陀的教法从生到死就是一套，密教的教法你会发现它不一样。它死亡有死亡的修法比如中阴轮教得度，有没有？那洛六法都不同的方法，面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修法然后呢，甚至呢，你看他们在这之前呢，还有所谓的小圣大圣，然后秘密金刚圣，还有各种层次16种灌顶，才会教你真实法。你看佛陀不是，看到没有？不是这样，直接告诉你点化你生命的实相是什么，然后你直接从你所领悟到的生命实相起修到最后一刻，生死一如。生的时候是这样，过程是这样，病的时候是这样，临终的时候同样的修法。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极深观察，圆次觉知，现法通达，不待时节。不是像晚期佛教有没有，或者说像密教，他跟你们说，你这时候你只能修这个法修个10年，你才能再进到修这个法修个10年，有没有？再修这个法再修个10年，你才能怎么样？知道这个意思吗？这问题很大。一般在接受这些宗教信仰的人，当宗教是那样说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这样信。你看电视上面有时候以前有一个在讲那个华严经的，我听了那个真的实在是很荒谬。他就说呢，我这个法你要先修个10年，你修了这个10年之后，我这个法再能够教给你，再修个30、20年，你才能这样修进阶。你看他们真的会相信呢，就不会想说他们是反正10年后你不知道死对哪位去啊，你要教我什么反正10年后我不知道死对哪位去啊，我要去学什么另外一个法了，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佛陀的讲法不是啊，你看他就是直接在当下，这叫即身观察，没有时间性的问题。那你脑袋里头一有时间性，说我5年在学什么，3年在学什么，我告诉你，5年之后你会再想到另外5年，你才会再学，因为你脑袋会一直有个时间的观念，你会一直拖延你的学习，你知道吗？这问题很重，问题很严重啦。但是这是直接真的在修法的人的时候才会有这个问题啦。那你如果一般人啊，他不知道这个生命实相啊，所以就跟着那些宗教师就在那边转啊，的滴滴瞪啊，滴滴塞啊，没有回头的机会。为什么呢？他会变成他的自我的执取。你现在告诉他说，那个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说不用这样即身观察、缘知觉知、现宝通达、不待时节，他会跟你说你骗下因为他的上师跟他讲说，他要先修10年的供养，然后再修4瑜伽，再修行瑜伽，然后再进到无上瑜伽，有没有？然后无上瑜伽还要历经3个层次的灌顶，他才能够修大手印，他才能够修大圆满，你知道吗？你们现在能够体会我为什么讲法这么用心吗？宗教里头对人的那个奴役是很深的，南北传其实都一样啦，密教更是这个样子啦。再来所以你看呢那如果对于你看于彼乐觉离系不系，于彼苦觉离系不系，于彼不苦不乐觉离系就等于说对于升起的这些现象都没有任何抓取，离于贪欲，离于嗔恚，离于愚痴，就自然怎么样？你看心就保持在这种有没有安住在这个叫涅槃。涅槃不是名色俱灭，你看不？不是说你在禅定当下爬到禅法，他们说你要进到行舍智，然后突然跳到那个涅槃，不是，是你在当下的境界里头，你看你保持对于你所经验到的任何生命经验都没有贪嗔痴升起。活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生病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临终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会怎么样？离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我说此为离苦，此为苦边。看到吗？这叫做就近解脱之道。所以解脱不会在你10年后，解脱一定都是在当下，都一定是在你六处入处的当下。它是系缚就是系缚，看到系缚离那个系，你就是解脱。有所谓的当下的解脱，有没有？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在这里你看呢，佛陀这样讲，你看这个时候舍利弗他才刚开始出家，受具足戒半个月和2个礼拜。尊者舍利弗他本来在，因为他们印度有没有热嘛，他在那边用那个扇子扇佛陀舍利弗就这样讲世尊在说这些法，就是要对于比比法，就这边受想行识有没有比比法断欲离欲，让欲贪灭尽，舍离欲贪。这个时候舍利弗你看他当下对于比比法观察它无常，观察它生灭，观察它离欲灭尽，舍不起诸漏，心得解脱。他2个礼拜证阿罗汉。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舍利弗不是入什么四禅八定，然后再去观偏处，不是当下于比比法，佛陀在讲的身心现象上面，舍利弗的心稳定，有没有？直接当下观察，看到真的就是怎么样？生灭的、无常的不是你的欲贪能够有任何的抓取，它就能够怎么样满足你的欲贪的所以离那个欲，让欲贪灭尽，心平衡，如实完全舍断对于身心现象的贪染，有没有？自知作证，心解脱。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阿罗汉所以他等于是说他自己清楚，完全不会再对他所经验到的任何身心经验有染着的心升起，有贪欲心升起，叫做心解脱那这个时候常走外道，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所以常走外道开悟了，但舍利弗证阿罗汉了，这样知道吗？所以这篇经文你看佛陀从
你的思想观念的执着的这种现象啊，让你看清楚你的病瞎望啊，无得无煞啦，无得无煞啊。但是在无得无煞当中呢，因为你不知不见生命的实相，所以你会以为你是谁？那个我慢，因为你有那个身见，那个我见，所以你那个我慢在那边。所以佛陀告诉你，那个先等一下，看清楚生命怎么样在发生，看清楚身心现象的实相啊。所以呢，舍利弗就近觉悟啊，常走外道，开悟见法，就是这样。所以佛陀会讲那句话有没有？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是这样来的。所以所谓的无争就有这么难，没有真正的觉悟，你很难离见争，很难离见争，也很难离欲贪。所以佛陀说怎么样？在家跟在家争，出家跟出家争，就是这么一回事。了解吗？那不管在家或者出家，只有一条路可以完全把争止息下来，觉悟。那你要觉悟，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正观生命实相。然后透过正观生命实相，领悟到那个缘起的生灭，看到也同时看到那个生灭就是所谓的不生不灭。所以没有什么好争的，这样才有那个解脱的喜乐啦，是这样来的。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了。